人的一生有3万多天，你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Hello，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这风吹的，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又是一个 Ariel 跟你们的 Coffee Chat。最近又是有感而发，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儿。也看到一个有趣的帖子，就是把时间更直观地摆在我面前。人的一生只有3万多天，你该如何度过？咱们先从最大头的开始看。假设这一生78年，我们会花最多时间是睡觉，其中会花28.3年。第二大占比时间就是工作，工作花10.5年，上网花9年，做杂物做家务花6年，还有吃喝花4年，教育花3.5年，洗漱花2.5年，购物2.5年，照顾小孩1.5年，还有通勤的时间1.3年。78年的人生减去这些年，我们每个人可支配的一生其实只有9年。有没有觉得这个数字还挺 eye-opening， 有点震撼，就是让你更清楚了。这个帖子也是去年我还在职场工作，觉得活着微死的时候，促进我裸辞的一个 piece。裸辞后呢，我把这个 graph 的时间稍微更新了一下，因为这个 graph 里面是说的是一个 typical life， 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一个人从20岁工作到65岁，所以工作的时间就是9万个小时，也就是10年多一点。但是我的情况是我从20岁工作到35岁我就裸辞了，也就是说我这一生会工作的年数就变成了3万个小时 instead of 10万个小时。So 我多出来了7年的自由可支配时间，我觉得就好了很多。这个帖子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追求什么，既想干这儿又想干那，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事无成，最终后悔莫及。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想要过好人生，源于彻底接纳真我。只有明确自己这一生真正想要做什么，最想要什么，才能成就自己的一生。有另外一个博主我 follow 的帖子特别适合在这里 insert。很多人30岁就死了，等到80岁才埋。我就是想让自己觉得我还活着。我很庆幸我在30多岁就知道了我真正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我也非常 pleased to report， 我现在过的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要过一个我不想要逃避的人生。我一直都是就是最近这些年是 live by this， 有点座右铭的感觉。我建议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你真正想要的是，如果你的生活主线是健康，那就不要太在意世俗定义的成功、财富、名利、地位这些。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扯淡。如果你的生活主线是自我成长，那就得将挫折看淡一些，因为那个是成长必经的过程。当你还弱小时，浅尝辄止又怎么能期待一鸣惊人？如果你的生活主线是自由，那就去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开心怎么活，而不是被世俗所牵扯，因为那些都是别人的人生。最后这段写的是，如果你的生活主线是追求财富，那就不要被负面情绪打败，自己选的路，即使跪着也要把它走出来。以前我大学的时候，一个朋友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那个时候还在创业，这句话一直都给我很多力量。千万别一边清高，一边还要为5斗米折腰，那样只会让自己 emo。最后这段我分享这个时间的 graph 帖子的 top comments 吧。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些，估计你们也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 feedback。最 top voted comment 写的是上学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只有3.5年吗？第一个回答是真正在学CR7 写的是抄写不能算学习。但是其实 Nicola 这个回复我觉得是最 make sense 的。他说12年义务教育加3年大学，每周5天，每天8小时，算起来就是3.5年。这个 graph 的时间计算的方式就是把一辈子打成每小时算，把吃喝拉撒时间都拨开了算，所以人生差不多有1/3的时间都是睡觉，是不夸张的。魏肯说保持单身时间空出一大把，其实也有道理哈。比如说育儿的1.3年就会省下来，但是
我觉得单身也是有单身的孤独吧。最近我一个好朋友在墨西哥房车旅行，他就是以前跟我合作过视频的 Jade，他最近生病了，他从上海回来继续旅行的时候生病了，得了一个 bacterial infection，就是在墨西哥需要接受医疗，甚至还要做2次手术，所以他跟我说10级孤独就是一个人做手术，然后他还拍了一个视频记录这件事情，就我看那些画面，我跟他聊天，我真的觉得挺心疼的，确实能感受到，就是你 imagine 你一个人需要去做手术，你又疼，又没有人可以就是在旁边安慰你或者给你 emotional support， 那些都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女生可能都很需要这些，但男生说不定其实也需要。他打完麻药以后是那个手术是当天就可以离开医院，但是不合适开车，比较危险。然后也没有人可以接送他，他自己在墨西哥房车旅行，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朋友。后来就是真的自己撑过来，在旅行的时候一个人生病，一个人做手术，一个人看病排队买药，10级孤独。扯远了，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保持单身有它的好，大部分时候都好的，只要身体健康都挺好的。但是还有就是孤独的时候不好。我住太空舱，他写的是我明白了，在每一件事情都要善待自己啊。这个也是我从这个帖子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启发吧，就是 self compassion 这个 concept 其实这一年才比较 vivid to me， 就之前我是不知道可以善待自己，我听过很多次 practice self compassion from 我用的那个 Headspace app for meditation， 还有我的 therapist 也会这么跟我说，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 internalize it。最近这一年就慢慢的慢下来以后，我也是终于就是在 practice 善待自己，不要太逼自己，然后让自己过我想要的人生，毕竟只有一辈子。其他的 comments 大部分都是说工作时间太长了，工作真久，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个图就是真的很清楚的给大家看到人的一生的时间是怎么 divide 的，也是在这里祝福大家可以早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就可以做一些 mini retirement， 都可以顺心而活。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其实很短，我就是想把这个帖子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之后几个视频应该是会跟人生和 finance 有关的了。我很久没有聊投资了，也期待大家告诉我是更喜欢听投资那种干货视频，还是喜欢听这种人生讲人生的视频，或者 a mix of both。OK， 那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见，拜拜。